Hello， 大家好，我是麒麟。本期将进行《一拳超人》动画第2季的全集解说。第1季的解说可在主页或简介区找到。提醒：本期视频为动画的速看，节奏较快，后续将进行漫画的解说。那么废话不多说，进入我们的解说时刻。宇宙霸主波罗斯的入侵几乎被奇遇一人阻止，这场会导致人类灭绝的神级灾害也随之落幕。但谁料协会神婆的预言并没有解除，显然波罗斯的出现并不是他口中的地球最大危机，也就是说预言还在继续。为了召集更多战力，英雄协会不得已召开了恶人会议。但这时，一名自称人类怪人的 V 字头男人横空出世，以一人之力打败了在场所有人，并公然向英雄协会宣战。他便是 S 级排号第3位、银色獠牙邦古的首席大弟子饿狼。因为内心觉得英雄都是些伪善者，所以讨厌英雄。被逐出师门后，便开始了英雄狩猎。简单说，就像英雄狩猎怪人一样，而他则自称怪人，对英雄进行狩猎。另一边，奇遇和杰诺斯又回归了宅家生活。一次偶然的邂逅，碰上了被称为地上最强的男人 S 级排号第7位的 King， 实际上只是个喜欢宅在家里打游戏的普通人。但正因为如此，在他擅长的游戏领域，却能把奇遇吊着锤。没过几天 ，B 级排号第1位的英雄地狱的吹雪找上门来，想威胁奇遇加入他的小组。但随后在目睹了奇遇左右横跳、秀翻索尼克后，被彻底折服。就这样，奇遇的小屋子里奇怪的人越来越多了。回到另一边，饿狼完全可以说是第2季的主角了，因为很大的篇幅都在刻画他的成长史。在偶然间狩猎无证骑士的途中，竟然被 S 级第14位背心尊者找上门来，理应是替小弟找回场子。S 级英雄也激起了饿狼的斗志，两人随即展开了对决。背心尊者是典型的肉体型强者，擅长一招制敌，当然和奇遇不太一样。作为 S 级英雄，对付饿狼还是很轻松的。可谁料，就在他一拳准备结束战斗的时候，饿狼像是开了开关一样，战力突然爆表。原来是使出了银色獠牙的绝学流水延髓拳，依靠拳法瞬间逆转战局，最终将背心尊者打成重伤，完成了首次对 S 级英雄的狩猎。饿狼虽说击败了很多英雄，但并没有下死手。而奇遇在医院听到背心尊者对饿狼的描述后，开始对武术产生了兴趣。随后从被饿狼打伤的另一位邦古的弟子阿查口中得知，近期有一场综合格斗大赛即将开赛，于是奇遇便决定戴着假发代替阿查参加格斗大赛，体验一下武术是什么东西。还别说，比赛还挺有规模的，各路武术好手出没，就连 A 级排号靠前的职业英雄也算不上是夺冠热门。因为这个世界上不是所有有实力的人都成为了英雄，就例如这位曾经的4连冠，甚至连杰诺斯都认为实力很强的格斗界传奇人物水龙，其目的是为了来挑战上届冠军，其实就是饿狼。还有另一位曾拿过双冠王的宝山，其主要目的是为了来打败水龙。还有这位在问卷上写着请不要打我脑袋的伪装版阿查，也就是奇遇。好了，比赛正式开始。奇遇的第一个对手，好的，下一场 A 级职业英雄闪电 Max 对战4冠王水龙，现场的气氛瞬间爆炸。在所有人都认为这会是强强对决的时候，原来根本不是一个级别的。水龙一脚秒杀对手，瞬间震惊了所有人。和奇遇不同的是，那一场所有人都认为是奇遇的对手太弱了，而水龙的对手可是 A 级排号第20位的职业英雄，由此可以看出他的实力非常强悍。而另一边，和水龙同样是夺冠热门的双冠王宝山的对手是奇遇。好的，下一场。就在比赛进行的热火朝天的时候，谁也没料到外面已经乱成了一锅粥。以怪人王大蛇为首的怪人协会竟然拥有了能让普通人变成怪人的能力，于是便发动了对人类的入侵，甚至出现了灾害等级为龙的蜈蚣长老，其目的是为了抓走英雄协会的干部。S 级排号第15位的金属球棒与其对抗，竟然连防都破不了。随后在被击飞出去后，又碰到了饿狼。面对这么好的机会，饿狼当然不会放过，于是这两人又开始了对决。虽说金属球棒已经是伤痕累累的状态，但其战斗特点正好是愈战愈强型的。在最初被饿狼占据了上风，到最后气势达到顶点，要不是被赶来的妹妹呵斥住，这一棒子下去，饿狼不死也得重伤。于是一个超级妹控，一个不对小孩下手，这场对决就此作罢。但饿狼所表现出来的实力和对英雄的敌视受到了怪人协会的注意，企图邀请他加入怪人协会。而另一边，没了金属球棒的保护，干部的宝贝儿子被怪人抓走了，一场英雄和怪人的对决即将由此展开。回到另一边，奇遇和水龙不出意外的打进了决赛。一位是运气爆表，对手都太弱的黑马选手阿查，另一位是凭实力杀入决赛的4冠王水龙。这场王者间的对决正式开始。只见一开场，阿查选手选择拼命保护头部要害，看来战斗经验非常丰富。而水龙一边则不断试探进攻，既然你护着头，那我偏偏就要打你的头。看来阿查选手有点生气了。
还好关键时刻奇遇收住了力，不然水龙可就小命不保了。但由于上届发生了饿狼假冒狼人事件，所以因为奇遇用了假发遮盖头部，最终取消比赛资格，由水龙获得最终冠军。比赛结果奇遇倒是无所谓，但水龙可不甘心，今儿个必须和奇遇分个胜负。但即便是使出了全力的他，也只是在给奇遇挠痒痒。不过也让奇遇终于明白了武术的真正含义。比赛结束后，奇遇赶紧先溜了，毕竟是冒充的选手。可就在他离开不久后，怪人竟然杀到了，并且是在龙级灾害的怪人豪杰的带领下，逼迫在场的人吃下怪人细胞变成怪人，不然就得死。对自己实力盲目自信的水龙站了出来，但很快就被龙级怪人豪杰打破了胆，随后又被吃了怪人细胞，同样变成龙级怪人的鲍山一击秒杀，这才让他认识到了龙级怪人的恐怖，毕竟就连 S 级英雄都难对付。可就在他已经认命了的时候，一道熟悉的身影向他走来。没错，真正的大魔王已经换装完毕，开始装叉时刻。在水龙一脸错愕的表情下，把他瞬秒了的鲍山被一拳打爆了。而豪杰在这之前已经离开了，并将在附近执行任务的杰诺斯一拳打爆，然后又被赶来的奇遇一拳打爆。虽然奇遇这一举干掉了2名龙级怪人，但城市各地的灾害还在愈演愈烈。另一边，饿狼也在不断的成长，但在他碰到的第3个 S 级英雄身上，终于还是被狠狠的修理了一顿。毕竟这排号第12的警犬下可是有着强者的画风。这说来也巧，刚被狠狠胖揍了一顿，又碰到了 King， 但正巧奇遇也在一旁。倒霉蛋饿狼被修理了一番后，实力还是有所精进的。不久后，在面对一堆英雄的围攻下，丝毫不落下风，甚至还在保护一名小孩的情况下打趴了所有人。但倒霉蛋光环似乎还没结束，重伤情况下又碰到了杰诺斯，两人陷入了激烈的交锋。杰诺斯被豪杰打爆后，再次换上了全新的装甲，实力再次提升，对付重伤的饿狼很快便占据了上风。但饿狼也是愈战愈强型的选手，在经过了一番死斗后，激发了潜力，开启了红发模式。但这时怪人突然出现了，原来是看着饿狼快不行了来帮忙的。饿狼虽说讨厌英雄，但也不会和怪人同流合污。不过这时候他也来不及说什么了，因为师傅来了。不用多说，来清理门户的银色獠牙不仅是 S 级英雄里的前几号人物，也是他一手传授的饿狼流水拳。很快战局开始了单方面的碾压，怪人也被一同前来的帮古的哥哥解决了。而就在饿狼招架不住的时候，天空中突然飞来一只凤凰，翅膀一扇便吹走了所有人，救走了饿狼。杰诺斯见状，正准备用焚烧炮的时候，蜈蚣长老拔地而起，挡下了焚烧炮。接下来便是3人合力对付龙级灾害蜈蚣长老。实际上生物之间也有着相生相克，像蜈蚣长老这样的巨型生物，面对超能力者龙卷，或是拥有军事实力的金属骑士这样的对手，可能讨不到好处。但对于银色獠牙这样的肉体格斗型的来说，就是完美的克制。而杰诺斯作为改造人，火力也是有限的，所以几人必须得拿出全部实力共同抗敌了。首先，杰诺斯利用火力覆盖遮挡住他的视线，而邦古两人则使出了只能使用一次的最强合体招式，利用真气的流动将蜈蚣长老打爆了。但谁料这货竟然像蛇一样蜕皮了，眼看着已经没办法了，杰诺斯为了证明自己，蛇身冲进了他的肚子里，在里边给来了一发焚烧炮。可谁知道这货的生命力简直无敌了，即便是内部遭到了轰炸也能恢复。这下几人算是彻底没辙了。邦古心里一横，既然这样，只能赌上性命，殊死一搏了。但远处一道呐喊声传来，将蜈蚣长老吸引了过去。原来是 King， 他借用曾经打伤过蜈蚣长老的仇人，也就是 S 级第1位爆破的名头，激起了蜈蚣长老的怒气。可 King 只是个普通人而已，他真的敢这么做吗？那当然还有大魔王了。战斗结束，其余的及时出现救下了几人，但如今的情况已经不容乐观了。饿狼被一只凤凰抓走，如果被变成怪人，那恐怕又是一位强敌。而更重要的是，协会干部的宝贝儿子被抓走了，英雄协会势必要有所惊动。那么到这里，一拳超人第2季的全部内容就结束了。接下来一场史无前例的怪人与英雄之间的大决战即将展开。想接着听麒麟讲解后续漫画内容的，别忘了关注和订阅哦，在这些地方也能看到麒麟的视频。那么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我是麒麟，我们下期再见。